大家好，这里是电影悄悄，用电影做文明的世界。我是博峰，我是艾文。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 YouTube 上的第一批关注者们，谢谢在波士顿的八哥、加拿大的观察者、在越南的 Mark、墨尔本的 Alan、请多来我家吃饭的 Aaron、火箭学家小表弟 Gabi， 还有 IR 专业最酷老师 Daniel。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澳大利亚电影《Gallipoli》。中国观众对《加里波利》这部电影可能并不熟悉，作为一部澳大利亚的战争电影，很少有人知道它。这部电影也是艾文介绍给我，让我学习了解澳大利亚历史的一部片子。加里波利这部电影围绕着一群20岁上下的澳洲年轻人展开。在一战爆发之后，他们代表宗主国英国入伍参军。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充满了对于战争的幻想，有的士兵希望能够伸张正义，有的士兵希望自己能获得名望，还有的士兵单纯因为这幅好看，就盲目地加入了战争。随着对战争了解的加深，这些年轻人最初的单纯和热情逐渐消失了。电影中的战争情节十分令人绝望。由于指挥官求胜心切，在明知不适合冲锋的情况下，强迫让士兵们冲锋陷阵，结果一败涂地。电影中最正直善良的年轻人阿里奇，在明知冲锋会死亡的情况下，还是毅然决然地冲向了阵地。可就在他准备冲锋的前几分钟，他的好友弗兰克获得了停火的命令，一路狂奔到前线，试图阻止朋友们冲向死亡。前后不过几分钟，挚友们已阴阳两隔。虽说是战争片，但是全片设计的战争情节不超过1/10，镜头集中在了这群庞大的孩子们在路上发生的故事。他们像今天交际蓬勃的年轻人一样，渴望冒险，寻求意义，充满激情。尤其是在开路训练中的人事物，满溢着年轻的气息。士兵们的一部分时间用来训练，但是大部分时间在喝酒和战友们游戏玩乐。他们管技术和当地古董房子都知道用，好奇地参观当地的妓院。一切都那么年轻，一切都充满希望。可这样战场上收割了充满无限可念的年轻生命。加里波利这部电影用最强烈的对比质问、怀疑战争的意义。一边是充满热情的年轻，一边是战争和死亡的寂灭。用前者换取后者的胜利，值得吗？这部电影向观众们抛出了这个深刻的问题。这部完成于1981年的电影，除了反战外，也揭示了澳大利亚走向精神独立的道路，以正视澳大利亚代表让祖国英国参加战斗。年轻人们为一个远个重阳的轨道实现往事，而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得到英国指挥官的重视。这种无意义的失望更新了澳洲人对自己国家的认知。我们不该让自己国家的年轻人为一个和他们无关的国家丧失。我们在精神上应该成为一个更独立的国家。为了纪念这些死去的士兵，澳洲设立了澳新军团了，让这些士兵以澳洲英雄的身份被铭记。这部电影的另一大亮点是弱化了对于敌人的刻画。与中美两国主旋律电影总有清晰的敌对方不同，加里波利主要在反对战争本身的幻灭和无意义感，不用敌人的存在来证明自己的伟大。目前国内电影也有了类似的变化，比如最近叫做的电影《800》就没有刻画侵略者的丑恶，他们的人格成为了中立的，转而开始强调英雄们的伟大品质以及失去这些英雄对于一个民族的损失。当谈论战争时，放下输赢而去关注生命本身，这是加里波利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精神意象，也是另一位伟人向世界强调的。作为
爱心尊传的敌人，像在土耳其的电力人开摩尔，在敌人来反射中守在前线，这会带到10多年以后，他会以那场战斗威慑在自己家园土地的敌人写下了这样的铭文。这些献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在一个友好的国家的土地上和平的长眠，与梅赫莫特切克们躺在一起。从遥远国度将自己儿子送到战场的母亲们，擦干你们的眼泪吧！你们的儿子如今躺在我们的怀里，他们在安息，他们将在和平地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献出生命之后，他们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儿子。